是山谷大叔。本节我们主要讲一下 M2 开发高级教程所包含的这个功能。我们这个教程的话，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的主要功能是这个 TCP/UDP 这个客户端及服务器这个网络框架，这个是通用的，也就是说安卓、iOS 还有这个 UWP 都是支持的。然后另外是 M2 这个 MRTK 核心功能的一些讲解，还有就是 Asset Bundle 资源动态加载与更新。然后下面这个是这个 ARCall、ARKit 还有 HoloLens， 包括之后还有一些 VR 设备这个锚点的同步及校准的方法。就我们这个 M2 教程的话，它是最终是支持ARCall 的安卓手机，ARKit 的就是苹果的手机、平板，以及我们后面还会去支持一些 VR 设备。我们后面是准备去支持这 Oculus Quest 2，之后也会去更新上去。这里的同步校准的话，我们是使用的就是 Wolfray 的一个识别校准，以及 HoloLens 之间的话是通过空间锚点去校准，就并没有去使用微软官方提供的那个 Alder 云的一个方案，那个方案的话相对比较麻烦一些。下面是 M2 第三视角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话，我们可以用安卓手机，然后苹果手机，还有就是苹果的平板都可以实现。还有就是在第三视角系统下进行多人交互、数据同步、命令同步等等。最终我们会做几个案例，然后把这些功能给穿插起来，然后做几个完整的案例。这个是第一部分的这个完整功能。第二部分的话是和 HoloLens 这个音视频相关的一些功能的开发。这部分的话和第一部分是分离开的，这里面包括的是第一视角画面，这种第一视角画面是几乎是没有延迟的。如果我们使用官方的这个 Device Portal， 这个通过浏览器去查看第一视角，它是大概有3-4秒的一个延迟的。然后我们在第一视角的基础上，然后去做第一视角画面的空间自由标注，可以去标箭头、矩形、圆形，然后还有自由这个曲线，然后进行精准的空间这个标注。之后还会做这 HoloLens 的全息视频通话，其实就是类似于虚拟会议系统。双方带上 HoloLens 之后，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虚拟数字人，就是虚拟的一个 avatar， 可以同步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部分动作。然后我们也可以把 VR 系统加进来，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可以带上 HoloLens， 一部分人可以带上 VR， 他们在虚拟的这个空间中，然后可以看到对方的虚拟人物，然后进行这个视频通话音频通话。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通过 C# 进行开发，而且是提供全部的源码，不存在第三方封装过的库。如果说我们使用到第三方的一些协议，之后可能会用到Google 的这个 Proto， 它也是属于开源性的，所以我们要不就使用开源的，要不就是全部源码，然后也会整个功能都会进行持续的更新，然后也会进行长期的这个技术支持，然后之后也会根据这个大家的反馈意见去更新新的功能。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发教程最终的一个工程是大概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开发环境是用的就是最新的Unity 2014这个系列的长期 LTS 长期支持版本。我们使用这个 LTS 版本的话，因为它就相对会比较稳定一些。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最新的 4.11.F1。之后如果有一些功能需要这2020版本或更高版本才能使用的话，我们也会出一些教程去使用这个功能。就比如说像 iPad 的这个空间扫描，需要2020这个版本才能去使用。我们后面也会单独去讲一下怎么去把这个项目升级到更高版本，然后去使用这些功能。
另外就是 MRTK 的这个版本，现在最新的 MRTK 版本是2.5.0，然后这个版本的话已经可以在这个 Unity 通过 package 包进行加载，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单独下载这些 Unity package 包，然后一个一个导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之后如果再进行更新，比如2.5.1、2.6等版本，我们可以直接在 package 包里面进行这个更新。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MRTK 和我们自身代码之间的相互这个分离，有助于我们之后的升级及维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MRTK 包，这个 MRTK 现在已经支持了很多这个平台，看一下，比如 HoloLens 1、HoloLens 2，然后还有微软它自己系列的一些这个头盔，这个 VR 头盔，然后还有这个 OpenVR 系列的，像 HTC、Oculus，然后还有手机安卓、iOS 都是支持的。我们这个教程的话就会支持 HoloLens，然后手机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主流的这个 VR 设备。对于国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MR 设备，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但是相对还都不成熟，所以我们先基于市场上最好的设备，也就 HoloLens，然后去做功能性的开发。这些功能也其实都是通用的，之后也可以把这些功能应用到其他眼镜里面的开发里面去。